纤薄身材、质感出众的小主机。这款产品采用了黑色保证盒四字合方，表面用金色刻线出了机械革命的 logo 样式，还有艾米的型号标识。保证盒内除了主机以外，还附赠有电源适配器、HDMI 视频线、壁挂支架、固定螺丝、说明书和硬盘用的导热硅脂垫。iMini Pro 820主机的长宽高分别为154乘152乘以37.8毫米，大约 0.89 升。在标配双内存和一根 SSD 时，实际重量为725克。和10升左右的 ITS 机箱相比，iMini Pro 820的占地空间只有对方的1/10左右，无愧于迷你二字。这款主机的表面积较大，但却非常薄，可以塞进绝大多数款式的显示器支架底部，从而让桌面显得更加整洁。标配的电源适配器来自行家120瓦功率，实际重量261克，大小和手机充电都相当，属于非常迷你的存在了。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在设计上颇有几分果味，外壳由阳极氧化喷砂的铝合金材料打造，质感出众，边还经 CNC 洗出了一道亮边，顶盖加入了机壳特色的雷雕变色 logo， 属于简约科技风，可以轻松融入各种主打风格。这款机的正面只保留一颗电源开关，所有接口都被挪到了主机右侧和背部，从而让正面看起来更加简洁利落。主机右侧提供了付费孔，全功能 USB 3.2 正2，两个 USB 3.2正2安全锁孔。后面则配备了电源插孔，全功能 USB 4一边接口 DP HDMI 2.1，两个 USB 2.0以及两个 2.5G 网口。该产品可以同时连接4台显示器，实测前后两个 C 口都能一键连接笔记屏，或者搭配 PD 充电器使用。底盖正中嵌入了菱形的金属散热网，正对风扇的位置。散热网四角有用于壁挂的螺丝孔位，通过标配的支架可以将主机藏在显示器的背后。底盖四角的脚垫很高，有利于底部的空气流动效率。脚垫直接挖出螺丝孔，拧螺丝时无需扣脚垫，不怕挤到脱胶和遗失，这个很细节，可以给个好评。最后再来小结一下 iMini Pro 820的散热设计和其他小主机都不太一样，它采用了底部和右侧进风、左侧出风的设计，有壁挂需求的小伙伴不难发现，这个设计非常利于外设的插拔与散热。此外，还有很多产品习惯将出风口和接口放在一侧，高负载运行时热风直吹 U 盘，容易雕塑和丢盘，而这种设计在这款机器上就不存在。拆机探秘，网卡终于不在地跌乐。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的拆机很容易，拧下4角的螺丝，沿着后面接口盖板与金属框架之间的缝隙，就能脱掉这款机器的金属外套。这款主机虽然表面积略大，但也换来了更宽裕的内部空间优势。在这款机器上，深受玩家诟病的硬盘网卡地跌乐的设计不见了，两个 M2 插槽和无线网卡互不干扰。标配硬盘来自长江存储的 PC300，容量 1TB， 实测读写速度如图所示。硬盘表面贴上导热硅脂垫后，金属集成框架就能扮演超大散热片的角色了。这款机器的两条内存表面都裹有电磁屏蔽膜，型号是英伟达今年新推出的 12GB DDR560 高频内存，组成了 L4GB 对称手动导模式。开机长按 F2 键可以进入在迷局领域少见的中文白字界面，在高级设置中可以设定虚拟显存的容量，最后可以调到 8GB 实现 16+8 的内存与显存分配，在游戏中不怕爆显存了。不过当前 12GB 内存条上的颗粒没有 16GB 内存多，也就是内部 BG 不如 16GB， 所以在内存带宽和可选性能发挥上要弱于两条 16GB 组成的双通道模式。24GB 主要还是解决了 16GB 不太够， 32GB 又太贵的问题，属于偏向日常办公应用而非游戏取向的选择。65瓦稳定输出，锐龙七 8845H 有多强？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搭载 AMD 新一代锐龙七 8845H 处理器，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上代780HS 的马甲，都采用了相同的台积电4纳米制程工艺，Zen 4加 2.3 微架构组合，8大个16线程，最大的频率 5.1GHz， 还集成驴电 780M 核显。但是锐龙七 8845H 毕竟是 AMD 第二代 AIPC 处理器，官方对 APU 也就是 AI 引擎部分进行了调优， AI 算力从10万亿次提升到了16万亿次，而且整体算力也同步从32万亿次提升到了38万亿次，比酷睿 Ultra 的34万亿次还要更高一些，为端侧 AI 的加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面咱们就来实测一下，看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在锐龙七 8845H 的加持下可以释放出怎样的性能。通过系统预装的控制软件，可以直接在节能、均衡和性能间切换。这次我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帮大家在这3档电源模式下，对功耗、温度、噪音和性能都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和汇总对比。首先是 iMini Pro 820在3档电源模式下的温控噪音测试。在 2.64 LPU 烤漆测试中，性能模式下，处理器峰值功耗可达75瓦，随后会下降并稳定在65瓦。此时 CPU 温度93度，主频 4.3GHz， 整体功耗90瓦加，主机旁噪音48分贝，用户噪音41分贝。噪音控制是同功耗级别小主机中表现最好的产品之一。在30轮Cinebench R15测试中， iMini Pro 820的最高和最低分数差值只有44分，基本就算是稳成一条直线了。均衡模式下，处理器峰值功耗54瓦，随后会下降并稳定在45瓦。此时 CPU 温度74度，主频 3.87GHz， 整体功耗65瓦加，主机旁噪音40分贝，用户噪音37分贝。专心工作或游戏时就已经听不到风扇声音了。节能模式下，处理器峰值功耗45瓦，稳定在35瓦。此时 CPU 温度74度，主频 3.54GHz， 整体功耗50瓦加，主机旁噪音35分贝，用户噪音34分贝，全程无感。
在3档电源模式下 ，iMini Pro 820在路大师、P3 Mark、Cross Mark 这种综合测试里差异并不大，3D Mark 测试总成绩节能反而最高。CPU 单核性能差不多，多核性能则会随持续功耗释放的提升或一定程度的增长。如果拿 iMini Pro 820的跑分与其他常见移动处理器进行横向对比，锐龙7 8845H 的表现也非常惊艳。单核性能除了 CPU-Z 不如酷睿 Ultra 以外，三代本质测试与同功耗的酷睿 Ultra 7 155H 持平，65瓦性能模式还略有优势。在多核测试中的表现也是类似 ，CPU-Z 多核成绩介于酷睿 Ultra 5、Ultra 7之间，三代本质多核成绩与同功耗的 Ultra 7相当。整体来看，锐龙7 8845的 CPU 理论性能和酷睿 Ultra 7 155H 算是半斤八两。在3D Mark 图形测试中，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的核显性能虽然大幅领先13代酷睿集成的锐炬，但也明显落后于酷睿 Ultra 集成的锐炫。不过，锐炫核显的特色就是跑分高，实测一般。锐点 780M 的真实实力其实介于 Ultra 5和 Ultra 7之间。在游戏测试环节，英雄联盟2个分类极高化之下，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的平均帧为128帧。3A 游戏实测中，分辨率都是用的 1080P， 孤岛金光新曙光低画之下平均有44帧，刺客信条奥德赛低画质平均有50帧。刺客信条零点低画之下平均有51帧，古墓丽影暗影低画质平均有47帧，地平线零个曙光性能优先平均有38帧，赛欧朋克2077低画质预设模式下平均有49帧，对核显平台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对机械革命 iMini Pro 820来说，个人还是更推荐大家日常在均衡模式下使用，可以输出90%以上的性能，温度和噪音却显著降低，性价比更高的锐龙7 8845H 小主机。凭借在笔记本领域打出的赫赫战功，机械革命品牌迷你主机也被赋予了一层光环加持，而全新 iMini Pro 820的表现也没有让我失望。简约精致的一体化金属机身，高达65瓦持续功耗释放的锐龙7 8845H 处理器，2个 M2 硬盘位，2个 2.5G 网口，前后2个全功能 USB-C， 其中一个为 USB 4，无线网卡还不是叠叠乐，再加上 24GB 加 1TB 的存储组合，以及2990的售价，性价比一时无两。目前同价位同配迷你主机只能给到16加 1TB 的存储组合，虽然 24GB 对核显性能有一定影响，但额外的 8GB 容量却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更多室内的应用场景。毕竟真正喜欢玩游戏的同学都会选择游戏本和台式机，迷你主机的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偏向于办公和创作。此时有着大内存和价格优势的 iMini Pro 820应该也有望成为618的新爆款。感谢大家观看，这里是科技先生。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希望可以关注我并点赞和转发哦。